俺也来看看。不是，俺好歹是种出了起死回生草的农场主，脑袋就值100块，才100块，看不起谁嘞？俺去打死他个龟孙儿！小师妹别冲动啊！师妹，要不咱们服个软？我看那契约里好像也没说不能赎身。不行，要是签了字，啥都没了。大黄会被抓去切片研究，小红会被拔毛做扇子，师兄们会被赶出宗门，流落街头，俺就会变成一个只会种地的傀儡。杂一峰江诺，本座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日落之前若不来丹顶阁跪领罪责，交出秘方，此后杂一峰一草一木休想得到半滴灵液。滚！完了，全完了！刚才那一嗓子是爽了，估计连出门买个馒头都会被丹顶阁的人打断腿。小师妹骂得对，对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你看这群祖宗，哪怕咱们现在跪下去把邱和林的鞋底舔穿，远水也解不了近苦，这地没救了。大黄，你干嘛？有用！大黄好狗，再来点，这1亩地都靠你了。本尊虽然是神兽，但也不是水龙头啊。刚才那泡尿已经是本尊憋了1上午的存货了。得，熏晕过去了。行了，别折腾了，这些偏方也就只能吊着一口气，治标不治本。要想救活这满山的宝贝，还得找那种水。师傅是说老家那种，天地初开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必须要用蕴含先天灵气，甚至是带有一丝混沌属性的真水，比如瑶池圣水，或者龙族祖地的化龙沉水。师傅，你还不如让我们现在就把地卖了分家产。瑶池那是传说，龙族祖地咱们去那是送外卖。这儿，小师妹，这是万兽山脉的核心禁地碧落黄泉瀑布，那是传说中6阶妖兽寒潭蛟的地盘，连金丹期长老都不敢轻易靠近。大黄，6阶的能吃不？那就走，收拾东西，今晚就走。现在外面全是丹顶阁的眼线，还有戒律堂的巡逻队，咱们怎么出去？再说了，地里的庄稼等得起吗？庄稼等不起，俺们也等不起。至于咋出去，二师姐，你的线除了缝叶子，应该还能缝点别的吧？比如监控阵法的灵力流，缝嘴我也很擅长。三师兄，你的机关物不是有个潜行模式吗？能不能变成一块石头？给我半个时辰，我能把它伪装成一座移动的假山。走，大师兄，带上你的锅。今晚要是抓到那条泥鳅，咱现场做水煮鱼。得令，我要把那口祖传的乾坤炖肉鼎带上。行了，别在这热血沸腾了，要滚赶紧滚，别耽误我睡觉。记得，要是回不来，就把欠条都带在身上，别留给师傅我还。三师兄，能不能把你那条大腿收一收？再挤下去，还没出宗门，我就要算工伤了。嘘，别吵，刚过去一对执法弟子，沈志贵那个变态，大半夜不睡觉，把巡逻盆次加了3倍。应该不远了吧？按村长爷爷标的，出了这个大门，往西走800里，看见2座长得像馒头的山，中间那条缝就是。小师妹，那不叫馒头山，那是双煞峰。还有，你确定村长爷爷写的是冰镇西瓜？对啊，这几个字我认识，水亮寡天，那是上古神文。翻译过来是极寒必死，碧落黄泉瀑布里面住的那条寒潭蛟，可是咱们宗师见了都要绕道走的狠角色。小红，你怕冷不？你看有暖气，不怕。只要有水就行，我不管它是蛟还是泥鳅，只要它的洗澡水能救活地里的庄稼，我就敢去要。那要是他不给呢？那就把他抓回来，给地送土。正好咱家缺个浇水的长工。到了。按照规律，戒律堂的巡逻队还有半炷香时间会经过这里。二师姐，看你的。只要是编织出来的东西，就有拆解的方法。快，我只能维持10息。前面就是万寿山脉的外围了，只要进了林子，宗门的监控阵法就效了。但同样的，我们的命也不归宗门管了。怎么说？是大吉还是大凶？
怪了，卦象显示此行大凶，按照常理，大凶之兆就是九死一生，但又透着一股极其诡异的大富之象。这没钱居然立住了，意思是我们要么死无全尸，要么发一笔横财。这不就是说高风险高回报吗？做生意不都这样？不，小师妹，这卦象的意思是风险是我们的，回报可能是你们的。被发现了，是沈执圭的亲卫队！跑！是杂役峰的人，追吗？前面是万寿山脉，这种深夜进去，就算是筑基期也活不过2个时辰。他们这是慌不择路，找死去了。没追来，他们不敢进来的。这里已经是外围深处了，妖兽横行。这儿很危险吗？当然危险，万寿山脉的妖兽都有极强的领地意识。大王，别乱做标记，这会激怒领地主人的。这附近的妖兽怎么好像都搬家了？可能是嫌它味道大吧。你看，连妖兽都受不了这味道。行了，既然安全了，就把地图拿出来再确认一下。俺们现在在这儿，穿过这片野竹林，再翻过那座猴子山，就能看见那条河了。小师妹，那是铁背苍穹领地和狂暴魔猿峰，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那些霸主？哦，熊和猴子，熊掌好像挺补的，猴脑算了，那太残忍，还是吃猴头菇吧。有人在哪儿？后面，不是戒律堂的人，气息阴冷，脚步虚浮，身上带着浓重的药味。你是说跟那个想要俺命的邱老头一个味儿？丹顶阁，看来他们不仅想断我们的粮，还想要我们的命。这种时候派人跟进万寿山脉，绝对不是来踏青的。几个人？3个，都是专业的，一直在顺着我们的痕迹追踪，距离不超过5里。他们既然敢追进来，肯定带了追踪气息的法宝。咱们身上这股火锅味儿，隔着10里地都能闻到。师兄，你们还记得刚才3师兄说的那个铁背苍穹不？记得啊，怎么了？既然他是这一片的霸主，那领地意识肯定强吧？要是有人大半夜闯进他的窝，还在他门口放鞭炮，你说他会咋样？借刀杀人是清军入窝。既然他们爱跟，那就带他们去见见这儿的地头蛇。正好，俺也想看看这熊皮能不能剥下来做件皮袄。冬天快到了，师傅那老寒腿怕冷。走吧，带路。他们进核心区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在这种地方，就算死了，也会以为是被妖兽吃了。只是刚才好像感觉那狗的气息有点不对。一只土狗而已。阁主有令，一定要拿到种植秘方，如果不给，就地格杀。这地方重，风水好，适合埋人。小师妹，咱们离得是不是太近了？这可是5阶妖兽，他打个喷嚏我就得散架啊！怕啥？他睡得正香嘞。而且俺们又不进去，就是在这儿搭个巨马。村里老人说过，抓野猪最好的法子就是在他必经之路上设套。咱们身后追着的可是3个筑基期的杀手，你这根藤蔓，这藤蔓怎么有点像古籍里记载的昆龙藤？啥龙藤？这就是路边的野草，就是韧性好点。以前大黄不听话乱跑，俺就用这个绊他，一绊一个准。这玩意儿根本不是藤蔓，是上古神木的半身根须，一旦缠上，连空间法则都能锁死，越挣扎勒得越紧。中了，现金弄好了。4师兄，算盘借俺用用。干嘛？做个诱饵。那些人是冲着钱和配方来了，不给他们点盼头，他们咋敢去招惹那头熊？这群杂役峰的废物倒是挺会躲，竟然找了个天然山洞当掩体。只是好像有点不对劲，这也太安静了，而且这股腥味儿……哼，万寿山脉本来就是妖兽的地盘，有点腥味很正常。那几个废物里，只有那个厨子有点蛮力，其他人不足为惧。那是钱不空的本命法宝，他们肯定就在洞里，连法宝都来不及收，说明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好机会，直接动手，封住洞口，逼他们交出种植秘方。烈火掌，给我滚出来！什么东西？铁背苍穹，5阶妖兽，这里怎么
的杂役风，该死的江诺，竟然敢阴我！什么鬼东西？别瞎费劲了，这可是俺用来捆大黄的绳子，你要是能挣脱，俺家大黄不要面子嘞。你是故意的，你把我们引到这里，借刀杀人！别说的那难听，俺就是想跟你们借点路费，谁知道恁客气，非要去给熊大爷拜年。就这点儿？堂堂丹顶阁的指示，出门就带这点钱，恁阁主平时都不发公催嘞，穷鬼！杀了我！丹顶阁不会放过你的！杀你？俺可是正经种地嘞，不杀生。而且熊大爷好像还没吃饱，祝你好运。对了，这根藤丸借你了，不用还。不，别走，放我下来！还怪好看嘞。幸好暴露了我们的位置，而且那个方向正好卡在我们去瀑布的必经之路上。那就是说，要是不解决掉接应的人，俺们就没法去打水。不仅没法打水，很可能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这信号级别很高，搞不好会引来金丹期的老怪。那就走快点，谁敢拦俺脚地，俺就把他种进土里当废料。哼，这群废物，抓几个杂役竟然用了血丹令。传令下去，启动绝户阵，哪怕把那片林子烧光，我也要那个女人的尸体和她脑子里的东西。是绝户毒烟，邱鹤林这是疯了，在万寿山脉放这种断子绝孙的毒，也不怕引来兽皇暴动。他不是疯，他是太有钱了。启动一次绝户阵，起码要烧掉3000上品灵石。有这钱直接给我，我把小师妹绑去丹顶宫都行啊。哼，四师兄，你要是敢把俺卖了，大黄就把你的账本全吃了。往那边走，那边是阵法灵力流动最薄弱的地方，也是最省钱，不对，最安全的路线。走。想往生门跑，天真。哼，雕虫小技。顾损这木匠活做得越来越糙了，那个自爆符文画歪了，浪费了至少30%的威力。刚才那只是第一道防线，希望能拖住他们半炷香。我说小师妹，你这锄头到底是什么材质的？回头借我挂拍卖行鉴定一下，估价绝对能吓死人。这就是把普通的锄头寸头往铁匠打嘞，还是残废品，木咋开刃，就是沉点，砸核桃得劲。跑得挺快呀，可惜思路不通。把东西交出来，留你们全食。我说恁是强盗团伙吗？前面那波拦路抢劫嘞，刚被熊大爷收拾了，恁又来，这年头做生意都恁卷嘞。嘿嘿嘿嘿，无知小辈，死到灵台嘴硬，结阵！小师妹小心！恁好的林子都被恁熏坏了。这是什么妖法？言出法随，还是风系神通？啥法不法嘞？村里烧锅的时候，柴火湿了就得这么吹，不然烟熏眼睛。还打劫不？不打俺走了啊，赶时间嘞。哎，到了，前面就是碧落黄泉瀑布。这就是你要找的水源，这水看着就有毒啊！这叫冲水，富含矿物质，脚底最好了。怎么不跑了？前面是绝地寒潭，后面是天罗地网。江诺，这次我看你往哪儿吹！谁说俺要跑了？俺就是来打通水，顺便叫俺家亲戚起来吃夜宵。这是五阶巅峰，情报有误，快升空，拉开距离！孽畜休得猖狂！正好，杀这畜生取交出，比抓那丫头更值钱。所有人听令，结困兽阵！小师妹，你疯了！那是5阶蛟龙，现在正是狂暴状态，谁去谁死啊！快回来，我正在计算撤退路线。
车上，水就在前头，打完就走。打完上来，谁有空跟他们玩过家家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省得老夫动手了。去，一边玩去，别把水弄浑了。这儿前全是冰碴子，咋喝？去弄点干净的来。这是幻术，那是寒潭角，他在干什么？给人倒水。谢了啊，长楚。虽说长得丑了点，但这吐水的本事还重，比村口那条只会玩泥巴的强。别蹭，脏死了。搞定，这水质不赖，回去煮火锅肯定鲜。走呗。走，小师妹，这玩意儿你亲戚？啥亲戚？就是路过来。那里面有不死草发霉的味儿。那洞里阴气森森，连寒潭蛟都不敢住进去，绝对是大凶之地。这蛟龙刚才给你倒水，那是他脑子抽筋，不代表这洞里没别的怪物啊！咱们见好就收，赶紧溜吧。哪有啥怪物，就是一股子霉味儿，估计是通风不好。寒潭蛟这种级别的妖兽守护在此，却不居住在洞内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洞里的东西级别太高，连5阶妖兽都觉得自己不配染指。这是绝世重宝，不能让他进去！丹火焚天扇，给我轰开那畜生！这畜生竟然护主到这种地步！这是鬼面苔，3阶毒草，碰到一点皮肤就会溃烂，小师妹小心！这地太滑了呀，也没人打扫打扫。这是传说中的不死木，那是延寿果的原种。修士吃一颗可增500年寿元，这东西在9州就绝迹了，只有丹顶阁的禁地里供奉着半颗化石。绝迹？这不就是俺们村口用来拴驴的那种烂木头吗？俺还以为是啥宝贝嘞。别动，生物有灵，直接上手摘会损耗药性的。啥生物都干成石头了，带回去种在茅草旁边吧，那儿肥力足。要是能长出来，这果子炖汤应该有点嚼头。这一颗果子放到外面拍卖行，能换下半个小妖宗。大黄，住腿！那是神木，不可亵渎。是灵蚁，这树之所以枯死，是因为被虫蛀了。这哪里是狗尿，这是神仙水啊！干得不错，这烂木头三师兄带回去做个板凳吧。俺看这木质挺硬，应该做不坏。用不死木做板凳，坐在上面修炼，恐怕猪都能飞升吧。中了，东西拿到了，水也打满了。那个老头还在外面不？还在，而且好像在叫人。刚才我感应到几道传讯符的气息，估计丹顶阁的高手都在往这边赶。叫人，正好，省得俺一个个去找。走，回宗。既然他们不让俺们好过，那俺们就回去给他们个大惊喜。传令下去，调集所有在附近的丹顶阁弟子，带上破阵雷珠。我就不信炸不平这个山头。可是长老，这里是万寿山脉核心，动静太大会引来兽潮。怕什么？出了事我担着。只要拿到里面的东西，就算是宗主怪罪下来也值了。哟，嫩些人啊！想要这个？元寿果，而且看那成色，竟然是原石种。给我抢！谁抢到赏灵石10万，给我杀！大黄，看来俺们得坐快车回去了。送俺们一程，这葫芦里的水分你一口。7天了，长老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要么是逃了，要么是饿晕在里面了。哼，方圆100里都被我封锁了，他们能逃到哪儿去？那几只畜生应该也饿得差不多了，正好抓回百寿丹。传令，破阵，进去后。他怎么追过来了？结阵，快结阵！这畜生来报仇了！他去后山等主人兑现承诺，主人难道是江诺？快！渴死俺了！俺的菜啊，俺的命啊！出门一趟把那饿瘦了，这就开饭。没死，不仅没死，还坐着那条5阶蛟龙飞回来了，装神弄鬼。万寿山脉的水源都被我看守着，你那葫芦里装的怕不是尿吗？这是寒潭最深处的地脉灵乳。
哪怕是元婴期修士都不敢轻易潜入坛地去取，你拿它来浇地？老头，你吵死了！咋你也渴了？想喝自己去后头排队，大黄还没喝嘞。我费尽心机封锁水源，结果搞来了比宗门灵泉还要高几百倍的神水，而且是按吨批发嘞。江诺，你私闯禁地，盗取宗门资源，这寒潭水乃是万寿山脉共有之物，你私自开采，该当何罪？来人，把这些赃物全部扣押，这是丹顶阁的战略物资。赃物？这是俺凭本事借来的水，那条长虫都同意了，你算老几？我看你是找死！连种出来的葱都能打人，这还是灵芝吗？这分明是一群披着植物外衣的妖兽。乖，别跟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人一般见识，好好长，过2天哪能蘸酱吃？老头儿，你要是想打架，俺这锄头正好还没送完土；你要是想没收，你得先问问俺的庄稼答不答应。好得很，江诺，你别得意，有些东西不是你一个杂役弟子有命享用的。咱们走着瞧！吓死我了！这老东西要是真拼命，咱们还真不好办。拼命？他那身子骨太脆，不够大黄一口嚼的。二师姐，你给他们缝个布兜，别叫他们受潮。三师兄，赶紧做几个架子，这瓜藤没地儿爬了。四师兄，算算这批菜长出来能卖多少钱？这回咱杂役峰不仅要吃饱，还得叫那些想饿死俺们的人求着俺们要饭吃。师妹，水的问题解决了，地也种活了，但咱们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，没钱。咋会没钱？大比赢了奖金嘞！上次罚款，这次修缮机关屋的材料费，还要给那条蛟龙买过路费，不仅没剩，还倒欠商连3万灵石。邱鹤龄那个老东西太阴了，他发布了丹道封杀令，现在全宗门上下没人敢收咱们的灵芝，连食堂都不敢买咱们的菜。他是想把货烂在咱们地里。他不让别人卖，俺就不能自己卖吗？谁敢买？丹顶阁掌握着全宗的丹药供应，谁要是买了咱们的菜，以后受伤了、中毒了、瓶颈了，丹顶阁就不卖丹药给谁。这招连做够狠。那俺们就卖能当丹药吃的菜呗。什么意思啊？这玩意儿吃一口，感觉比上回师傅给俺的那颗灰气丹劲儿大多了。只要俺们的菜比他们的药好，还比他们的药便宜，你说？但我们需要一个不怕丹顶阁的中间商，正好，我的债主今天要来催债。钱师弟，这3万灵石的债我看是很难还上了，不如把这块地押给衙门。裴老板是吧？尝尝，自家种嘞，没打农药。俺看你脸色发青，眼底发黑，有点肾虚，吃这个补补。江姑娘说笑了，裴某不吃就是不给面子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俺不骗人。这是刚才地里拔的啊，地里多的是，大黄都不爱吃这口。钱师弟、江姑娘，咱们谈谈合作吧，这债不用还了，我入股。入股不行，咱们只谈代销，利润4、6开，你4我6，成交。但我有个条件，这种特产必须独家供应上盟。中，只要你能卖出去，别叫他们烂地里就行。还有，从今天起，杂役峰的东西，丹顶阁的人不许买，卖狗都不卖给他们。疯了吧？这是公开叫板丹顶阁？杂役峰能有什么好东西？还比丹药强10倍，吹牛不打草稿。我看这就是想钱想疯了，谁买谁傻子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别被骗了，咱们丹顶阁新出的回春丹，那是邱长老亲自监制的，品质保证。别去买那些不干不净的野菜，吃坏了肚子事儿小，毁了道金事儿大。啊，什么味儿？好香啊！这汤怎么卖？第1天开业，前10碗免费试吃。师兄，请。神药，这是神药啊！比丹顶阁的1阶极品疗伤丹还要强！再给我来1碗，我要买10碗！给我来1碗，我要买那个萝卜，生的也要！别急我出双倍价钱！断供！人家直接另起炉灶，种出了比丹药还要逆天的东西，直接把丹顶阁的桌子给掀了。长老，现在怎么办？下面的炼丹师都在闹，说药材卖不出去，丹药也没人买。传令下去，通知所有长老，明日随我去见宗主。
他不是能中吗？我倒要看看，等我把他定性为勾结妖魔、祸乱宗门的异端，他种出来的东西还有谁敢吃？宗主，您还要纵容那个妖女到什么时候？那些东西未经火炼单独内蕴，现在看着有效，日后必成大患。邱长老，话不能说的这么绝嘛。我看弟子们吃了反应挺好，那几个卡了瓶颈的小家伙都突破了。那是透支生命。宗主若不信老夫的判断，难道也不信丹道千年的传承？未经炼制的草木皆有毒性，这是常识。他江诺何德何能，能打破常识？那依邱长老的意思，立刻查封杂役封，将江诺及其党羽拿下问罪，毁去所有妖职，否则丹顶阁即日起无限期封炉。逍遥宗上下3万弟子的丹药恭敬，请宗主另请高明。哟，怪热闹嘞，这是集体要饭嘞。妖女，你还敢来这神圣之地？俺不来，咋知道有人在背后说俺坏话？老头，你说俺的菜有毒？那是药物，不是菜。俺那是施肥浇水正经种出来的，倒是恁把好好的草药扔进炉子里烧成灰，搓成泥丸子卖高价，那才叫暴殄天物吧？你放肆！荒口小二，竟敢侮辱丹道！邱长老，过去3天服用了杂役封产品的弟子，无一人出现不良反应，反倒是吃了你们清心丹的，有好几个拉肚子。那是排毒。哦，原来拉肚子叫排毒，那吃俺们的萝卜突破境界叫啥？叫回光返照。宗主，若他不除，我丹顶阁绝不复工。邱老头，你别逼宗主，你不就是怕俺的菜抢了你的生意吗？满口铜臭，老夫维护的是丹道正统。既然你说你的是正统，俺的是野路子，那咱就比比呗。光在这儿打嘴炮有啥意思？你想怎么比？下个月不是有啥9宗丹道大会吗？恁丹顶谷是每年都要去显摆吗？俺也去。你去？你会炼丹吗？你有丹火吗？你懂药理吗？俺不懂炼丹，但俺懂种地。咱就比比，是你炼出来的丹药厉害，还是俺种出来的原生态厉害？要是俺输了，杂役封就地解散，俺任凭你处置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所有的地俺都给你铲平。但要是你输了，我不可能输。要是你输了，丹顶阁以后见了俺杂役封的人得绕道走。还有，你得把你那口煞镇阁宝炉送给俺家大黄当饭盆。狂妄！好，既然你要找死，老夫就成全你。宗主作证，下月丹道大会，我丹顶阁与杂役封一决高下，既分胜负，也决生死。准了，都退下吧。下月15，9宗丹道大会见分晓。小丫头，珍惜你剩下的日子吧。在丹道大会上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四师兄，那老头刚才说的镇阁宝炉是金的不？大黄最近刚好缺个磨牙嘞。那是天阶法宝，不过如果是用来磨牙，硬度就应该够了。神级种植术，终于要离开宗门大阵的保护范围了吗？小师妹，这回玩脱了。丹道大会不是斗兽，那是邱老头的地盘，评委是他的人，规则是他定的，连比赛用的火炭都是丹顶阁特供，你拿什么赢？拿头赢？还有命！四师兄，咱封的地是不是快种满了？啊，是啊，但这和赌命有什么关系啊？地不够种，就得开荒。俺看丹顶阁那几座山头就种襄阳、通风，适合种花椒跟朝天椒。合着你在大殿上立生死状，不是为了自保，是为了吞并？你是想收购丹顶阁？既然他们不让俺好好种地，俺就把他们的地都种了。到时候规矩就是俺们说了算。这步棋走出去，可就回不了头了。以前别人只当你是运气好的村姑，这次之后，你就是9宗公敌，怕不怕？师傅，在老家的时候，村长爷爷教过俺一个理儿。哦，要是有人想掀你的饭桌，最好的法子不是护着碗，而是先一步把桌子掀了，再把那人的头摁进饭桶里。好一个掀桌子！既然徒弟有这志气，做师傅的也不能太寒碜。这次丹道大会，我陪你走一走。我去，我去！怎么了，老铁？感冒啦？没，感觉咱家那个小兔崽子好像在外面搞什么大动静，那股子要把天捅破了劲儿，像我。像你就完啦。诺诺那是去建设美好新农村的。
小师妹，看来有人比你更急。咋了？丹顶阁刚发出的消息，邱鹤龄以除魔卫道的名义发布了丹阁绝杀令，凡能取你项上人头者，赏多少？100万下品灵石，外加1颗5品延寿丹。这老东西是把丹顶阁的老底都掏出来了吧？这是真不想让你活到下个月比赛啊！小师妹，别怕，只要不出宗门大阵。不是，俺好歹也是养活了一疯人，种出了起死回生草的农场主，脑袋就值100万，才100万，看不起谁嘞？江师妹是吧？奉邱长老令，特来通知一声，从今日起，宗门内务堂暂停对杂役峰供应一切灵芝肥料，包括也不限于灵土、兽骨粉以及各类催生液。邱长老说了，既然你们杂役峰想在丹道大会上露脸，那肯定有过人的本事。这点小小的资源调配，想必难不倒你们吧？就这事儿，没肥料，你这些破苗子不出3天就得死绝。我要是你，就赶紧去邱长老门口跪着求饶。大荒，送客。不识好歹，等着饿死吧！正好，这点金粉还能给土松松绑。小师妹，这回真麻烦了，现在市面上所有能用的灵肥都被丹顶阁高价收走了。这片地虽说被俺用稀土改良过，但架不住种的东西太能吃。现在叶片已经开始泛黄，那是缺肥的信号，市面上买不着，一粒鸟屎都买不到。这帮炼丹的太有钱了，一家3倍收购，谁还敢卖给咱们？那只能靠自己了。自力更生，小师妹，那是肥料，要有灵力的。咱们峰除了石头就是草，拿什么？啊！小师妹，你不会是想……在老家的时候，村长说过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这可是纯天然无公坏、高浓度的顶级单磷钾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是有身份的狗。别浪费，咱峰现在正是难的时候，作为家里的一份子，你得有奉献精神。四师兄，去后山扫点落叶来，最好是那种烂的差不多嘞。大黄吃的是极品灵石，啃的是天阶法宝，进的好，出的能差吗？这就好比用黄金喂鸡，鸡拉出来的哪怕是屎，那也是香雄金边的屎啊！这就去。中了，这肥力绝对够劲儿。小师妹，咱们这是要种地，还是要灭门啊？这叫发酵的味儿，是丰收的前奏。邱长老既然断了俺们的粮，那俺们就请他们闻闻这一山的香。这效果，这哪里是肥料，这是金在拉成精啊！俺就说嘛，庄稼一枝花，全靠粪当家。你看他们吃的多得劲儿。别喂了，撑死了！小师妹，你在煮什么？为什么空气里有一股让我想把昨天的晚饭都吐出来的味道？俺在施肥啊，大师兄，你看长得多好。施肥？你这是在炼制什么绝世毒蛊吧？这味道，连我的护体罡气都防不住。那可不，这可是大黄亲情赞助嘞，肥力那叫一个地道。别提我的名字，丢不起这人。杂役峰江诺何在？有人举报你们违规排放有毒气体，还不速速开启大阵，接受检？你们竟敢！碰瓷嘞！不，我觉得他是真的不行了。袭击戒律堂副堂主，这罪名要是坐实了，咱们得赔多少钱？这体质也太差了，城里人就是娇气，闻点农家费都能晕过去。大黄，去打桶水来，先把人泼醒。俺们可是正经种地的，别真给人熏出个好歹来。还要我去救这个来找茬的？谁暗算本座？行了，大黄去打了水，还是热乎了。江诺，钱不好！你们公然在宗门内释放毒气，袭击戒律堂副堂长，这是死罪！哎呦，沈堂主，什么毒气？那是咱们杂役峰搞农业生产必须要用的有机肥，施肥还犯法吗？施肥？刚才玉寿峰那边传讯说护山神兽都口吐白沫了。沈大人，
这不也是为了给总门创收吗？创收个屁！制造恶臭，扰乱公共秩序，袭击执法人员，还有破坏宗门财物，一共23000下品灵石，现结，少一个子儿，我就封了你们这破山头，把你们全都赶出去。村口王大爷买一头猪也才几百个铜板，这城里的罚单怎么比抢劫还快？沈黑脸，你怎么不去抢丹顶阁？我们杂役峰穷的耗子进来了都得含着泪走，哪来的钱？没钱，没钱就拿人抵债，或者把地契交出来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这是刚才那片枯苗，都说了是施肥嘛。沈大人，罚款能不能缓几天？实在不中，拿这个抵。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？自家种嘞，没打药，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那可是沈飞催出来的透肠啊！这一口下去得多少灵石？沈大人，味儿咋样？抵那2万罚款够不够？此物尚可，虽然不足以完全抵消罪过，但念在你们是初犯，且确实有悔改表现，这次罚单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若再有这种毒气扰民的事，绝不轻饶。明日送2根到戒律堂，本座要拿去化验成分，看看有没有违禁。吓死我了！还好这老小子识货。不过小师妹，这萝卜效果这么好，刚才那是便宜他了。那一根萝卜至少能卖5万。这一茬涨得太快了，这才半天就熟透了，俺们几个人根本吃不完，再不收就老了。卖呀，这品质碾压丹顶阁那些垃圾回春丹，咱们卖给内门，绝对发财。唉，采购部不收俺们的货，任务大典也不挂俺们的单子，咋卖？这帮孙子，这是要逼死我们！既然他们不收，那俺们就去摆地摊儿。只要东西好，还怕没人抢？大师兄，带上你的锅跟刀，俺们去给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一点小小的美食震撼。既然规则堵死了路，那就用锄头挖出一条路来。就这儿了，风水宝地。喂，小师妹，你们这是过家家呢，赶紧收摊回家吧，别在这丢逍遥宗的脸了。这位师兄，话别说那么满，待会儿闻着味儿了，可得排队啊。大师兄，起走。拾掇拾掇。起。这要是砍在人身上，怕是连护体灵光都来不及反应，就被骗成刺身了。有点意思，我就说今天怎么总闻到一股穷酸味儿，原来是杂役峰的各位在此献艺。邱执事，江师侄，虽说杂役峰经费紧张，但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吧？大力萝卜汤，你们该不会是想用这种凡人的泔水来赚同门师兄弟的血汗钱吧？邱管事要是买不起，就去那边排队领救济，别当着俺做生意。这种充满了杂质的食物，吃一口就会在体内郁结成毒，不仅无益，反而会毁了你们的根基。正好今日路过，我也带了一些刚出炉的回春丹，只卖101颗，这才是修士该用的东西。我要1颗，求主师给我留2颗。这就是修真界的傲慢，宁愿花大价钱吃那些充满了丹毒的药丸，别急，火候还没到，也不愿意相信一口纯净的食材。什么味道？那是灵气浓郁到极致产生的化形异象，哪怕是我炼制的3品丹药，也从未出现过这种异象。汤熬好了，谁刚才说这是洗锅水来着？麻烦让让，别耽误识货的人排队。雕虫小技，不过是些迷幻心智的香料罢了，莫要被这妖术迷了眼。没人敢喝，那可惜了。大师兄，这头一锅汤火候正好，要不咱自己分了吧？我买。是赵铁柱，听说他接了猎杀铁背狼的任务，看来是栽了。邱执事，回春丹能不能便宜点？我只有这些了。101颗，概不赊欠。你这点钱连买废丹都不够，哪怕是毒药，至少能在死前做个饱死鬼。接着。出事了！我就说是毒药。江诺，你竟敢公然在交易区售卖毒物，残害同门！我突破了，困了我3年的瓶颈破了。真的假的？赵铁柱，你是托吧？
托你大爷！老子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！再来一碗，江师姐，我要再来一碗！懂不懂先来后到？我先排队的，江师姐，给口汤喝吧。身为炼丹师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，那个弟子此刻生命力旺盛的吓人，根基扎实无比。排队，都给俺排队！哪个想把头伸进来的？你是想把自己炖了吗？没人先够1万，不许打包。这锅不够了，后面的人被派了。邱执事，看来大伙儿还是更喜欢这种香叶味儿。您的回春丹还是留着自己补补吧。俺看您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上火了？好手段，但这逍遥宗是有规矩的地方。既然是做生意，那就得按生意的规矩来，无正经营，扰乱市场。我看你这摊子能摆多久？大师兄，收摊，今晚给大伙加个鸡腿，刚才那一嗓子吼得中。让开，都给我让开！执法队办事。刘管事，就是他，不仅在这儿公然售卖不明液体，还聚众闹事，打压同门。哼，好大的胆子！哪个疯的？谁批准你在这儿摆摊的？这位管事，俺这就是卖点早饭，赚点辛苦钱，贴补家用，还得特批啊。哼，早饭？刚才那个弟子喝了你的汤，当场连破2级，这分明就是药效极强的丹液。那是萝卜汤。萝卜本来就不起，他自己身子骨好突破了，难道俺还得负责帮他压着修为不成？还敢狡辩！你售卖不明药物，涉嫌危害宗门安全，先查封你的摊位，没收所有非法所得，把那口果还有那个袋子统统交出来。趴下！不能打，这是宗门重地，要是大皇动手伤人，那就是纵手行凶。怎么还想放狗咬人？罪加一等！来人，把这狗也给我抓回去，做人道处理。大师兄，别动。中，恁说规矩，那就按规矩来，俺不摆了。既然是违禁品，钱必须充公。令氏是大伙自愿给的食材钱，既然恁说这儿不能卖早饭，那俺会自己山头吃，总不犯法吧？好，算你识相，以后别让我在交易区看到你，否则见一次砸一次，滚！江诺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，有些生意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的。走吧，不让俺在路边摆摊儿。中啊！本来俺也觉得路边摊配不上俺的神级食材，恁把客人都撵走了，那俺只能在家里把门开大点，叫他们自己求着上门。小师妹，怎么回来这么早？不是说要卖到晚上吗？不卖了，被人撵回来了。要去封了他们的嘴吗？不用。这儿放灶台，这儿放桌子，还得整个排队的地方。三师兄，把你的木头都拿出来，俺要建修真界最大的食堂。就在这儿，不用太复杂，重点是的大，一定要大。多大？能装下1000人吃饭那种，还得通风好，光线足，最好一进门就能看见后厨的大锅，叫大伙闻着味儿就挪不动脚。1000人，出去闭关的、历练的，撑死了1500。你这是要把整个逍遥宗都装进去？做生意得有长远眼光嘛。四师兄，这些钱算你入股，帮俺管账和采买调料，中不中？既然师妹这么有诚意，那师兄就勉为其难帮你管账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亏了，这本金可不退。亏不了。三师兄，这是俺画的图纸，你看看能做不？懂了。动线循环全自动流转，这是机关食堂啊！俺就画了个大棚子和几张桌子，没问题，半个时辰。啥？半个时辰设计好？建好。起，去。那是三师兄从禁区边缘偷偷砍回来的铁力熟木，硬度堪比天阶法宝。现在居然被拿来盖饭馆。好了，有点赶，粗糙了些。这叫粗糙？这要是搁以前，高低得拿个普利兹凯奖。进去瞅瞅。适应不同种族，有的师兄体型大，有的小。中，太中了！三师兄，你这简直是人体工学大师啊！这样省人手，不用跑堂的。这哪是食堂，这分明就是一座精密的工业流水线啊！硬件都弄好了，
四兄兄，接下来看你的了，这招牌咋挂？是不是太狂了点儿？咱这才刚起步，容易挨揍。就凭师妹你那能让人原地突破的萝卜汤，这名字不仅不狂，还谦虚了。现在我们有店面，有招牌，我看谁还敢说这是路边摊？中，明天正式开业，菜单俺都想好了，除了萝卜汤，再加上红烧肉、清炒小白菜，主食就上零米饭。价格呢？这萝卜汤既然能治伤，怎么也得卖个50零食一碗，比起回春丹还是便宜了一半，绝对有人抢。不中，50太贵了。贵？师妹，你那是神药，不是洗锅水，50我都嫌亏本。咱现在被封锁着，秋和林肯定会想法子拦着客人。咱要的是人多，就卖10零食。你疯了？那一锅汤光是耗费的灵气都不止这个数，还有大黄的肥料成本呢。不仅是传单，还是优惠券，上面就写万界第一大食堂开业大轴灵，凭此券全场菜品前3天半价，万事俱备，只欠客源。明天我就让邱鹤林看看什么叫民以食为天。地里的萝卜够不够？那头刚抓回来的满猪肉质咋样？啊！姐，大师兄，你这一手庖丁解牛用来切猪肉，简直是大材小用啊！肉质尚可，就是土腥味重了点，只能多放点大料压一压。四师兄，人来了没？急什么？让香气再飘一会儿。铁柱，你确定没骗我？5块零食就能吃到堪比回春丹丹的东西，这杂艺风怕不是在卖泔水啊？就是，丹哥哥一颗刺不性回春丹都要80块零，要是被坑了，我跟你没完！哎呀，你们去了就知道了，你闻闻这味儿。欢迎光临万界第一大食堂，开业大侨包凭券半价，今日特供红烧铁背蛮猪肉、清饺翡翠白菜神力大萝卜汤。红烧肉原价30，现价15；萝卜汤原价10块，现价5块。师兄，你们这是做慈善？概不签账，只收限零食，要吃赶紧，后面还有人排队呢。我要1份红烧肉，再加1碗汤。好嘞，红烧肉1份，汤1碗，收您20零食，进去找座，等着。太好吃了！啊，突破了！我要1份，我也要！别急，排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大师兄，红烧肉不够吃了，再切一头猪。三师兄，把传送电速度调快点，3号桌催菜了。大黄，不准偷吃，那是给客人嘞。这一顿饭卖的钱够买多少根骨头啊！这白菜里竟然有木灵气，我修炼木系功法3年了，还没这一盘白菜补得多。没货了，今日售罄，能不能再做点？不出说规矩就是规矩，明日请早。在这个把辟谷当高尚、把丹药当饭吃的世界里，用最原始的最馋劲儿，再堆上最硬的好东西，这就是没人能破的阳梦。四师兄，算算赚了多少？出去成本净赚这个数，这只是开始。消息传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。10块零食，他们这是在砸我的饭碗。四师兄，咱是不是定价定低了？低，这叫渗透定价价格，只是为了培养用户习惯。是周通师兄，那个卡在炼气圆满30年的老倒霉盾，听说他寿元将近，再不筑基就要老死了。他也来吃饭，1份红烧肉，听说这能补气血。3号桌，拼了！孽畜，休想乱我道心，给我破！筑基了，卡了30年瓶颈，吃了一盘肉就破了。恭喜突破啊！不过百年天母桌1张，再加上底板磨损费，一共50零食。多谢江师妹再造之恩，别说50零食，以后这条命就是杂役封的。是，今天的回春丹还是没卖出去。听说那个周通吃了杂役封的一盘肉，筑基了。筑基，一盘猪肉能让人筑基。如果大家都去吃饭就能突破，谁还来买昂贵且又单独的破镜丹？去通知赵龙他们几个，既然他们喜欢开店，那就找几个人去他们捧捧场。我就不信这杂役风还能无法无天了不成？吃饭，哼！明天我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店家，这就是那什么万界第一大食堂，也不怎么样嘛，破破烂烂的。10块零食，吃饭排队，列弄坏东西照价赔偿，
要是做的不好吃，也拆了你这破店。先给钱后上菜，这是规矩。在外门，老子就是规矩，让你上你就上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四师兄来了，恐吓食客坏桌椅，扰乱经营秩序，赔偿金已经涨到100了。大家快看，这店里的菜不干净，这么大一只食老虫，吃了可是要死人的。黑店居然给同门吃这种毒物，兄弟们，给我砸！等会儿，二姐腐骨虫，肉有点柴，还有点毒，吃着肯定发苦。虽说俺不介意夹菜，但这种破食材能不能别往俺们的好菜里扔，串味儿？你找死！谁？这里是吃饭的地方，不是斗兽场。放开龙哥！没规矩。我是受人指使的，是丹顶阁，别杀我！谁指使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地板、这桌子。我赔，我储物袋里有500都给你，求求你们放我下来。抹个零，刚好500。去砸个只有杂役弟子的破店，居然被人像缝沙包一样扔出来了，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那个绣花的女人太邪门了，那是元婴期才有的手段吧？咱们外门什么时候藏了这种怪物？去，请戒律堂沈副堂主，就说有人在宗门内私设堂口聚众斗殴。谁是负责人？俺是。恁要是来吃饭嘞，去后头取号；要是来找事儿嘞，刚才那伙人的赔偿款还没给，恁也得排队。牙尖嘴智，本座既不是来吃饭，接弟子举报杂役风涉嫌使用违禁毒物，即刻起查封此处，所有人员接受盘查。沈副堂主，各峰拥有自主经营权，戒律堂无权干涉。我们卖的是自家种的萝卜白菜，怎么就成了违禁毒物？就知道这个死要钱的会出来搅局。刚才送去丹顶阁救治的赵龙等人，经查体内有诡异的灵力残留，求指使怀疑是你们的食物中有致幻毒素。钱不扣，你还要狡辩吗？所有食客立刻放下碗筷离开，谁敢逗留，视为同谋，扣付当月宗门贡献点。看来并没有人意为你们作证。风，能不能等会儿？还要赋予完康？当然出那锅十全大补萝卜煲汤刚炖好，火候正好到9成9。要是现在把火灭了，这汤就糟蹋了。哼，都要查封了，谁还管你的汤？那多浪费啊！里面放了3根100年的大白萝卜，倒了要遭雷劈嘞。既然这店要封，不如俺请大家喝了再封，这是俺作为师妹的一点心意。我戒律堂弟子铁面无私，早已辟谷，岂会贪图这点口腹之欲？大师兄，掀锅盖吧！既然师兄们不吃，只能给大黄当加餐了。队长，这味道好像真没毒。这位师兄，俺看你脸色发青，前段时间是不是受了寒伤？这汤里加了烈阳草的根须，专治寒毒。我只是尝一口，不要钱，就当帮俺试试毒。恁不是说俺的东西有毒吗？验证一下总没错吧？住手！作为队长，我有义务身先士卒，这种试毒的危险工作，本座亲自来。沈堂主，汤喝完了还贴不贴啊？沈堂主，这一碗至尊龙骨汤，鉴于您是试毒，给您打个折，收您5块不过分吧？记账还是现结？队长，您试毒试饱了，兄弟们还饿着呢，我那寒毒……真对不住啊，刚才那是最后一碗。要是恁不嫌弃的话，那边还有一桶刚熬好的乱炖，本来是给大黄给看家护院的灵兽做晚饭的，卖相不中，都是些边角料，萝卜皮啊、碎骨头啊啥的混在一块煮嘞。这是狗食？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辟谷丹算什么？土吗？真的可操！各位师兄要是嫌弃，不嫌弃，师妹，给我来一勺，算我欠你个人情。不用欠人情，帮俺把门口的地扫扫就中。我的腿不疼了，丹顶阁那帮庸医骗了我几百灵石都没治好。沈堂主，刚才那碗汤是开胃了，不顶饱。这个虽说卖相不中，但真的可补。你要不要再来点？下不为例。这不可能，哪怕是丹顶阁的3品破障丹，也没有这么立竿见血的效果。这杂役风到底在菜里放了什么？完了，大黄回来该闹了，还得给他重新熬。全队听令，经查，杂役风大食堂食品安全合格，且具有显著的疗伤固本之效。所谓的举报纯属子虚乌有。队长英明，吃完了就干活。没听见江老板说吗？不想欠人情就把地扫了，把桌子擦了。沈堂主，既然误会解除了，那这罚款……罚款照交，
臭气扰民是事实，这是规矩。不过能不能给我办张那个什么会员卡，以后不用排队的那种？好说好说，至尊 VIP 卡给您打8折。报！慌什么？沈志贵是不是已经贴封条了？不是啊，只是沈阎王他带着执法队在杂役风吃上了，还帮着江诺擦桌子扫地。什么？沈志贵疯了吗？他不想在戒律堂干了？听说有个中了3年寒毒的弟子，吃了一口那边的剩饭，当场就好了。现在外面都在传，杂役风的剩饭比咱们的回春丹还管用。既然你们这么会种地，那我就让你们的地变成寸草不生的死地。哼，挤什么挤？那个穿红衣服的，别以为你是剑锋的就能插队。凭什么？执法队了不起啊？你们怎么不排队？看见没？咱们执法队昨晚可是跟杂役风签了安保互助条约的。沈堂主，您里面请，2楼雅座给您留好了。今天早点是紫气东来粥，僵尸妹特意给您留了大份。本座只是来视察工作，顺便吃个早饭。钱师弟，这秩序还得加强啊，万一发生踩踏，我戒律堂上无光。大师兄，萝卜不够了，再去地来扒100根，20件盘子嘞，咋全是豁口嘞？三师兄，桌子塌了，赶紧去修修，那桌客人是提修太沉了。小师妹，要不歇会儿？这也太疯狂了！我感觉我在剑锋练剑10年都没这2天切的菜多。我是个剑修，虽然转修了厨道，但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是个雅人仙切的疯狂切菜，让我有一种沦为有伙夫的错觉，道心都快切碎了。大师兄，外头那些人，刚才有个炼气3层的弟子吃了你切的萝卜片，当场就突破到炼气4层了。他们都说你是修真界最厉害的药师，在你手里，这把刀是用来救命的。小师妹说的对，既然是为了救人，那就切个痛快。小红，火大点，上菜！打烊了，打烊了！那个抱桌子腿不撒手的，再不走扣你学分了啊！发财了！今日净利润纯38000下品灵石，而且刚才丹顶阁那边的线人传来消息，秋鹤灵的丹药铺子今天营业额是0。0，邱老鬼这回怕是要气得吐血3升了。有钱了，明儿就能买更好的种子，还得把那块荒地也开出来。别吃，那是卖种子的钱。僵尸妹抓到一个探子。探子？咦，这人俺见过，好像是丹顶阁那个专门给秋鹤灵扇扇子的小童子。别误会，我不是来偷情报的，我是来买外卖的。买外卖穿夜行衣？还不是因为阁主下了禁令，只好凑钱让我乔装打扮。这一盒萝卜炖牛腩，可是我们凑了3瓶回气丹才换来的零食啊！放了他吧，再送他2根葱，回去跟你们邱院长说，要是想吃，让他自己来办卡，俺给他打99折。这钱拿出1半作为公积金，剩下的粉红。赚钱虽说重要，但要是把师兄累坏了，那这钱赚钱的还有啥意思？不中，不能光靠大师兄一个人，咱得升级。升什么级？咱要搞自动化，就跟俺在村里喂猪那样，得有个流水线。明儿开始，咱要把后厨好好整整。好主意，只要能提高出餐率，要什么设备尽管说，咱们现在不差钱。有杀气。大黄，咋了？是不是没吃饱？起来，给我起来训练！那是2阶妖兽的后腿肉，花了我5块灵石。你平日里不是最爱吃吗？兽潮暴动了！这成何体统？堂堂灵兽，竟是切来之食！这位长老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俗话说得好，众生平等，吃饭积极。恁家这狮子有点消化不良，吃点萝卜叶子通通气，正好。胡说八道！我御兽峰的灵兽吃泔水突破了。陈辉，这顿加餐50灵石，看在头一回的份上，就不收恁服务费了。宗主，这太不像话了！全宗上下整日惦记着一口吃的，那江孽丫头简直是在乱我宗门道心呢。乱？那些弟子，咱们逍遥宗死气戏班成为了几块灵天勾心斗角。现在呢，既然学会了团结合作，可是丹顶阁那边反应很大，邱阁主已经砸了3套茶具了。邱鹤灵霸道太久了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丹太贵则无路。江诺这丫头是条鲶鱼，把这潭死水搅浑了，或许是好事。只要不出大乱子，随他去闹。3天才卖出去5瓶回气丹。师傅，杂役风的萝卜汤喝完回气速度比咱们的1阶回气丹还要快2成。
而且还没有单独。放屁！萝卜就是萝卜，怎么可能比得上我丹顶阁千锤百炼的灵丹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要不然下个月的宗门资源分配，丹顶阁就要垫底了。去把那个东西拿出来。师傅，可是闭嘴！您是说让你去就去，做得干净点。米尔凯诗得在东边再开30亩地，专门种小白菜。南边那块地留给大荒，他最近有点便秘，得多吃点南瓜。没事，小师妹，大家爱吃就是对厨道最大的认可，我还能切，再来5000斤也没问题。不中。要是为了赚钱把师兄累垮了，那这钱赚的还有啥意思？钱师兄，怎么了？又没零钱了？别数了，把今儿赚的钱都拿出来。干嘛？这可是血汗钱！咱要干件大事，明儿一早俺就去找三师兄，咱要让这个厨房转起来。俺要把机关术和做饭结合起来，把这杂役峰变成一座真正的全自动化的食物工厂。作为曾经逍遥宗剑道梯幅最高的大师兄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，自己那双用来握寒霜剑的手会因为切菜而甚至无法握紧拳头，仿佛在说可惜了，那个精彩绝艺的陆师兄，如今真的成了一个伙夫。这就是我的道吗？为了几块灵石，为了给一群外门弟子做饭，荒废了剑道，投掷了金丹本源，这真的值得吗？别动，大师兄，你那围裙乱了。师妹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为啥这么说？我是个剑兄，但我现在连剑都握不稳了。我想帮师门赚钱，可我好像只会切菜。大师兄，你觉得丹顶阁那邱老头中不中？他是3品丹师，在南荒九宗里地位冲崇。那他的丹药好吃不？丹药哪有好吃的？切有丹毒，吃多了经脉会痛。在俺老家，大伙儿都说能让人把饭吃下去，吃了得劲儿，吃完还不难受的人才是真本事。邱老头的丹药是把人的身子当成坏锄头去修，敲敲打打总会有裂缝。但大师兄你做的菜不一样，你是把灵气变成最好消化的样儿喂给他们，这只有这一届最厉害的药师才能做到，比那个只会扎炉的邱老头强10000倍。师妹，谢谢你帮我系围裙。一家人客气啥嘞？既然想通了，那咱就把剩下的活干完。不用那么麻烦。这就弄完了，这是手艺啊！完了，师妹，你刚才说要搞个自动流水线，既然要搞，那就搞个大的。光有刀工还不够，咱们还需要最好的火。别睡了，从今天起你是2厨，我们要让整个逍遥宗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炼丹。既然他们说我们是旁门左道，那我就用这把刀切出一条通天大道来。明儿个大食堂2.0版本正式开张，邱老头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师妹，他好像不太乐意。他说他在休产假嘞，不愿意就算了。本来还说只要今儿加班，这块暖手宝就归他了。不要啊，那我扔给大黄磨牙了啊！这只鸡的节奏似乎比我想象的还要灵活。中了，那就开始吧。大师兄，头一锅是大骨汤，得把那些硬邦邦的妖兽骨头里的碎油全熬出来。点火，好火。以前炖汤灵菜里的杂质难以剔除，但现在有了这霸道的烽火，时间将被无限压缩。起，下水。成了，还没，这才刚开始。撤火。开锅吗？这哪里是汤？哪怕是丹顶阁内镇阁之宝9转延寿丹，融化了也不过就是这种成色吧。大师兄，俺觉得咱得先替师弟师妹们试试度。有道理，万一补过头了也是麻烦。好喝，这比吃人参果还得劲儿。这里面蕴含了凤凰涅槃的一丝道韵，如果长期服用，杂役峰这帮资质平平的弟子，甚至可能会出现全员体修的盛况。咋了？香味儿，刚才那道光柱还有这味道，恐怕方圆10里的狗都被我们馋醒了。
看来不用等到晌午了，开门接客。四妹，按照这个速度，3天内就能把欠款还清，还能有盈余去卖更好的种子。丹顶阁那边今天的3颗流失率估计超过了90%。邱鹤林估计要气吐血了，不过他那种人吃了这么大了亏，肯定不会光在家摔杯子。需要我晚上去巡逻吗？不用，大师兄你好好歇着，养足精神。有些人要是不按规矩来，那俺也早就给他准备好惊喜了。4321、4322、5331。得劲儿，这才叫日子。别数了，老四，过来吃肉。师妹，你不懂，数钱也是一种修行。今天的流水抵得上杂役峰过去10年的总和。更重要的是，丹鼎约今天下午的丹药销量断崖式下跌了30%。30%，仅仅是一顿饭，就能撼动丹鼎约100年的根基。低阶丹药就是骗人嘞，这就好比把苹果榨成汁儿熬干，最后把剩下的渣子搓成丸子卖给你，还跟你说这叫浓缩精华，而咱是直接让人吃苹果，谁好谁坏，傻子都知道。师妹这比喻智之大道。今晚的风不太对，虽然隔得很远，但我能感觉到几股令人恶心的视线正粘在杂役峰的结界上。20阶修的是制造刀，对气机的变化敏锐到吓人。他说有人在瞅，那就一定有人在瞅。需要我把刚做好的自动防御箭塔架起来吗？就在山门口，一共240发毒弩，射程1000米。咱是开食堂嘞，不是打仗嘞，别把客人吓跑了。那是防守，我还设计了一个迎宾模式，如果识别到是非敌对目标，箭塔会发射彩带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今儿大家该吃吃，该睡睡。20阶，辛苦你盯着点外边的动静，要是真有不长眼的闯进来，放心，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东西呢？钱呢？堂堂丹顶阁长老，为了对付几个外门杂役，不仅掏空家底。闭嘴！拿钱办事，别问多余的。我要的东西呢？既然给钱，你就是爷。绝户毒，只要一滴落地，方圆10里的土地就会被死气侵蚀。杂役峰那个厨子有点邪门。厨子，我是幽影，筑基巅峰，半步金丹。我杀过的人，比那厨子切过的萝卜都多。好，今晚动手。我不杀人，我只要地死。如你所愿。这种杀鸡用牛刀的任务真没劲，回去记得备好尾款，少一个子儿，我就把你炼成丹。头儿，怎么感觉刚才有一阵风？废话，山里能没有风吗？别疑神疑鬼的，赶紧巡完去大食堂排队。听说明天早上的特供是神仙粥，去晚了连汤渣都没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，警惕性低的令人发指。不对劲，非常不对劲，这土在呼吸，什么鬼东西？这地方不对劲，情报里只说杂役峰有个厨子刀法不错，有个女娃力气挺大，可没说这里的庄稼成精了。幻术？怎么可能？血透毒失效了？不仅没失效，反而像是变成了肥料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说好的种地吗？谁家地里种这种怪物？谢谢款待，但我还没吃饱。给我断！怎么可能？他怎么能把毒喷回来？三心一致，走开！不，我是丹顶阁。大黄，早啊！哇，真是变异了，长得也太重了吧？咦，这不是人吗？这也太拼了吧！为了偷几根萝卜，竟然在树上挂了一宿。这年头的小偷敬业程度，简直让人感动。喂，醒醒，别睡了！我的修为穿的黑漆漆的，现在的偷菜贼装备都这么专业了吗？喂，
咋混进来了？这就是那个传说中那个杂役风魔头？不对，能把一株普通豌豆长成筑基系杀手植物，这绝对是返璞归真的绝世老魔。前辈饶命，晚辈只是迷路了，误入贵宝地，绝无恶意。迷路？大半夜穿着夜行衣迷路到人家菜地里，你当俺是刚进城的3岁小孩？你知道这些菜苗多金贵不？这可是俺辛辛苦苦赔了发酵费才长出来嘞。过来，表现不赖，以后你就叫小花，专门负责看门。要是再有这种不长眼嘞进来偷菜，你就给俺中了白针药。这人一看就不卫生，吃了容易闹肚子。送去戒律堂太麻烦了，直接放了那不中。偷菜成本太低，以后谁都敢来踩两脚。既然恁喜欢挂在树上，那就成全恁。四师兄，你醒了没？来货啦！怎么了，小师妹？大清早的哟哈！绝毒毒的味道，还有血腥气。师妹，你这地里是种出个祖宗啊！他叫小花，看门用嘞。师兄，这儿有个偷菜嘞，好像被小花喷了点农药，废了，你看咋弄？哼，还是个熟面孔。玄铁令，这可不是来偷菜的，这是来灭门的。不过既然小师妹认为是偷菜的，那就是偷菜的。师妹，最近总有些人想来蹭饭，正好缺个活招牌，杀鸡儆猴。中，俺去给小花浇点水，昨儿肯定累坏了。回去告诉邱鹤林，他想玩阴的，咱们就陪他玩到底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小花是吧？来，把你昨晚的战利品叼起来，走去山门口，把它挂在最显眼的那棵歪脖子树上。我要让全宗门的人都看看，敢动杂役峰一草一木的下场。快点！今天的萝卜汤听说限量500碗。哎，干嘛？看到仙女了？不是，你们看那是个啥？这是个人。吃人话，这杂役峰疯了吗？在山门口养妖植。那是踏云靴，这是职业杀手的装备啊！哟，这么多人，各位是来吃饭的，还是来参观咱们杂役峰新景点的？什么情况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偷萝卜未遂人员，为了警示后人，特此展览3天。行了，想看热闹的，每人交1块下品零食的安保费；不想看的，赶紧去食堂排队。今天的汤快没了，师兄，挂个人还能收门票？蚊子腿也是肉。再说了，这不仅是赚钱，还是打广告。师妹，这人身上有股味儿。啥味儿？是不是小花口水太臭了？是火毒味儿，还有一股子常年浸泡在药渣子里的酸气。这人是丹丁阁派来嘞。那位邱志士还真是沉不住气啊！太过分了，这是恶性商业竞争，咱必须举报他。举报流程太慢，咱们换个更直接的方法，让他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贵阁派出的萝卜警卫员因操作不当误入我峰看门直播攻击范围，鉴于该人员对我峰土壤造成了不可逆的精神污染，且浪费了小花同学宝贵的消化液，现列出赔偿清单如下：小花营养费、土壤精下费5万吧。这也太多了吧？邱执事会给吗？他会给的，这人可是筑基巅峰的死士，培养一个不容易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人身上带着绝户毒。去，师兄，你真中。对了，既然人这么值钱，是不是得给小花加个餐？俺看他好像还没吃饱。别真吃了，咬坏了就不值5万了。小花，忍，等钱到了给你买2头猪吃。钱师弟，这就没意思了吧？我那弟子昨夜练功走火入魔，这才误闯贵峰。梦游嘛，难免走错路，何必闹得这么大？梦游梦到穿着夜行衣，怀里还揣着剧毒瓶子，这梦做的挺专业啊。年轻人不懂事，喜欢瞎穿。行，咱们论论损失，5万零食带了吗？邱执事的意思是2万，不能再多了。2万？你知道那一瓶绝孤毒倒下去，对我们家小花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多大伤害吗？她现在都有心理阴影了，看到黑衣服就想吐酸水。既然没诚意，那就送客吧。小花，开饭了，这腊肉咱们自己留着过年。别吃，5万就5万。钱师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好说好说，师妹放人。吐出来吧。你把他废了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他自己往小花嘴里跳的，消化液这种东西又不长眼睛。你看50刚过1克，咱们走着瞧。慢着，送你们的。我看这人瘦的皮包骨头，
拿回去炖个汤，给孩子补补，别以后出来丢人现眼，连个贼都当不明白。这萝卜我记下了。师兄，那萝卜挺好嘞，为啥给他们啊？那叫诱饵，吃过咱们的东西，以后他们的嘴就刁了。这5万灵石只是开始，以后丹顶阁的钱都会流到咱们口袋里。那是我花了10年心血培养的王牌，那5万灵石本来是打算用来疏通关系、竞争阁主之位的，现在全没了。去请戒律堂沈副长主，就说我有杂役峰私通魔教、豢养妖物的铁证。这味道是高阶妖兽消化液特有的味道，而且浓度极高。副堂，这腐蚀力度要是喷在人身上，护体罡气怕是跟纸糊的一样。秋鹤林那个老东西坑我，要是贸然冲上去，那怪物受惊喷一口，自己这条命还要不要了？副堂主，如今杂役峰并未主动伤人，若是我们贸然闯入，岂不是显得我们执法不公？那咱们撤。这叫战略性取证，先回去查查那个受伤者的底细。如果是黑市杀手，那杂役峰是正当防卫。怪了，今儿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咱那汤今儿可是加量不加价啊！师妹，别看了，那帮人被小花吓破胆了，估计这几天都不敢来。四师兄，虽说赚了俩钱，但俺心里还是不踏实。咋了？那邱老鬼都被坑得吐血了，还有谁敢来？你瞅瞅，这么大一座山，就小花一个看大门嘞。万一下回来俩贼呢？小花一张嘴也顾不过来呀。再说他这颜色太扎眼，要是有人趁他睡觉偷袭咋办？别说2个贼，就是一个练的贼来了也是送菜。那师妹你想咋办？咱得有枪，得是那种让贼进不来出不去，连瞅都不敢瞅一眼的枪。二师姐，救命啊！家里不安全。站好，气喘匀了再说话。还有，鞋底蹭脏了第2块青砖。师姐，这回真不是俺瞎咋呼，咱峰现在的暗堡太简陋了。小花毕竟只有一张嘴，要是被人从背后偷袭，咱这一山的萝卜白菜还要不要了？再说了，俺听说那些大宗门都有啥护山大阵，咱这儿4面漏风的，俺这心里实在是不踏实。确实有问题，是吧？俺就说这防御太薄弱了，太丑了啊！根茎向左倾斜了3分，牙齿左边多了1颗。师姐，咱现在说的重点是不是跑偏了？乱就是弱点。东南方的风口气流乱，容易藏匿气息。如果我是杀手，至少有36个死角可以绕过那株丑东西，直接摸到你的床头。家要有墙，没有墙的地方，谁都可以进来踩一脚。那就捡墙。师姐，你说要多少砖？三师兄那儿应该有锯子，俺去砍树。不用砖，也不用树。师姐，你这是要给山门封个门帘子啊？师姐，这是啥阵法啊？天罗。既然这山不够规整，我就把它缝起来。只要进了这网里，就算是风，也得按我的规矩吹。第1针，定风位。二师姐这架势，简直是拿整座山当修架，那天地当不了啊！水，师姐，接着。这轻功不去送外卖真是可惜了。去，这儿没你吃嘞。这哪是问啊？这王爷是不是织得太密了，苍蝇都飞不过来？那以后俺想抓只野鸡改善伙食，是不是也进不来了？进了我的天罗，就是神识想钻进来，也得给我留下层皮。神识也能切？是不是就是那种看不见的偷看的眼神？天衣无缝，地网天罗。天一阁那些老古董只知道用针线缝衣服，缝补破损的法宝。针线这东西，生来就是为了切割世界的。弄好了吗？师姐，江诺，是不是低血糖了？俺就说干活不能不吃饭。枪切好了。师姐，来吃个枣补补血。师兄，这杂役峰最近邪门的很，咱们真要紧。怕什么？听说那个食人花晚上睡觉，咱们就挖2铲子土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妈呀，血！我的血都没了！谁在叫唤？听着像踩住捕兽夹了。几只老鼠，不用管，切了点指甲盖。小花，把你20波放下来。这双手曾被天一阁的老阁主断言杀气太重，难成大器，只能毁掉最好的布料，却缝补不了任何人形。